好，那么介绍完了情绪的主观经验的成分了，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重要的情绪的这个成分，就是思维跟行动倾向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哈。这个所谓思维跟行动的倾向，它其实要指的是说，当我们感受到了特定的情绪之后，它可能会促使或者触发我们想要进行某一种的行动。当做我们对于情绪状态的一个因应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但值得强调的是，我们讲的是行动的这个倾向哈，就是这个 action 或者 behavior 的 tendency， 但是它是不是一定会付诸实现呢？可能就还看他们能够配合其他的这些条件哈。那我们说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哈，情绪的这个主观的状态呢会让我们倾向说想要从事某一些的行为当做我们因应情绪状态的这样的一种作为哈，所以这个像我们刚才提到说，在我们的有主观的情绪的这个感受或者经验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它会影响我们讯息处理的这个方式哈。在过去的心理学家的研究就可以发现说，当我们面临或者感受到负面的情绪通常不管是我们思维的这个范畴，或者是行动的这些方式呢，都会比较变得狭窄，比较单一啊。相反的，如果带我们经验比较正向的、比较愉悦的这个情绪的时候，我们不管是思维的方式或者思维的这些可能性还有我们的行动都会变得更广阔，变得更多元，而且加的这个更开放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对比。负面的情绪常常会让你这个注意力整个变得非常的狭窄，以至于你的思维的方式以及行动的可能性都会变少或者变窄。相反的，你当感受到正向的情绪，你比较快乐的时候你的世界似乎突然之间开了，而且你可以做可能很多种不同的行为的这些选择啊。那其实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研究也可以来稍微呼应一下刚才我们的这个说法哈，就是说有一些研究者呢要这个受试者看一些这个所谓不同的这些照片，那这些不同的照片呢，可能有些是正向，可能有些是负向的哈。那么他要受试者参与者做的一个简单的动作是，你看到照片呢，就把这个手缩回来哈。那么这样的一个肌肉这个动作哈，这样的很简单的这个行动研究者会发现，如果我现在呈现是一个让人害怕的、会觉得恐惧的一个照片，比如说一个车祸的一个场景，或者是一个意外的事件的这样的一个照片，这个受试者突然觉得心生恐惧，他做这个所谓把手收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肌肉动作会加快哈，所以这个是代表说我们有特别的情绪的感受的时候，会影响我们行动这个倾向哈。那我们看看旁边的这一张表哈，这张表是当年很多位的心理学家这个整理出来的所谓情绪跟我们思维还有行动倾向之间的可能的这些连结哈。那从这个表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左边所列的就是各种的情绪，包括生气、害怕、厌恶、感觉到罪恶感、感觉到愧疚感觉到悲伤，还有快乐等等那么以及他们可以连接到的这个所谓思维跟行动的这个倾向比如说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很可能会想要做出一些攻击消除你这个生气来源的这个动作当你感觉到这个所谓厌恶的时候你可能想要这个躲开来，或者希望把这个什么东西排除掉当你感觉到所谓这个觉得自己有点罪恶感或者觉得惭愧的时候你希望自己能够消失，赶快离开这个现场等等那我相信这些体验可能大家在生活的经验当中也都可以多多少少经验到。所以简单的就是说，再一次强调，就是当你面对负面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你的思想行动会变得比较狭窄、独特那么在正向的情绪的时候，你的思想行动会比较广阔，而且比较开放所以希望各位也可以去想想看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当你经验到正向或负向的情绪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像我们这些心理学家所研究的这个结果有这些不同的在思绪上面或者在行为上面
这些倾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来根据刚才的这个讨论啊，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最近的20-30年，心理学有关于情绪的研究一个重要的发展，称之为正向心理学哈，或者英文称之为 positive psychology 哈。那么为什么会有正向心理学？因为心理学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20世纪初开始进入到科学的殿堂啊，一路下来。又经过了2次世界的大战哈，一直到这个2次大战之后，相当长的50-60年的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在看到人类比较负向的、比较破坏性的，不是那么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些行为以及它可能产生的这些心理这个因素哈。所以到了1970年代啊，那么有一些心理学家开始反思，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谈一些更正向、人性更正面的这一部分哈？那么这个促成了所谓正向心理学的这个发展。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当你经验到正向的这个情绪的时候，它可以拓展我们思维的范畴，它可以让我们的行为呢，或者是我们的行动呢，变得更多元，变得更开放哈。所以这种正向的这个情绪呢，可以扩展我们思维，还有我们的这个行为哈。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看我们旁边的这张图哈，这是一些心理学家所建构出来所谓这个broaden and build 的这个 theory 拓展然后建构的理论。也就是说，当你开始经验到正向的这个情绪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些新奇的想法，异于以前的这些看法，还有或者行动或者是关系呢，可以建立。那你建立的这些所谓比较能够持续的变成个人的心理资源的这样的这种能力也好，这样的关系也好，或者是社会的这个支持哈，以至于所以进一步的来促进你的心智的这个健康你的生存的机会也会因此而提高，甚至呢你人生的这个满足感呢也会这个增加。所以这个是当我们经验正向的这个情绪的时候，它不但可以拓展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为的这个范畴可能性，还可以更进一步的建立我们心理的这个资源然后来促进我们的这个生存。那这样的结果，其实在研究里面也有发现譬如说有心理学家曾去非常努力的去看，在1920跟30年代那么有180位的天主教的这个修女，她们所手写的日记那么以后她因为非常长期的一段时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了，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留下来。那么在这180位的这些天主教的这个修女里面，你可以发现她们当时写的时候是在她们还很年轻这个20岁、30岁。那么在她的手写的日记里面，如果表达出比较多正向情绪的人，她相较于那些并没有表达那么多正向情绪的修女，在平均的寿命上来大概多活了10年所以这里面似乎有一定的关系，说你如果经常保持正向的情绪它可能会促进我们跟我们的这个跟我们的长寿呢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整个来讲我们说情绪每一次它发生的时候，它是一个短暂的暂时存在的，但是呢累积之后呢，它可以成为一种长久的影响。所以正向的情绪就好像是我们平常心理健康的一种储蓄的这个动作。如果我们经常的能够累积，让自己有正向情绪的话，你这样不断的累积起来，其实它长远的不但是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各种人际关系会有正向的影响，它可能会促进你甚至到达一个长寿长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当我们面临这些困难的时候，大家不要忘了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维持一个正向的情绪，来拓展我们思绪的范围跟行动的这个可能性。这可能是你面对各种的困难跟挑战最好的方式之一。